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出走与进入的路。整本出埃及记描绘了一幅作为新约子民的我们如何走出埃及，接受救恩，并且进入美地，连于神的旨意的生动图画。那是一种出走并且进入的经历。但是如何让这一个生动的图画落实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呢？这个出走和进入的路又在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谈论出埃及记的前18章，把焦点停留在摩西如何带领受法老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预表世界的埃及，却没有去追问这种逃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这样的阅读纠结了人的情绪和情感，是非常天然的。因此留在我们印象中的只有以色列人在奴役中所遭受的苦难和神借着摩西所行的神迹。在这里我们错过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真正目的，就是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分所提到的神所应许的美地和神居所的建造。脱离罪的辖制，胜过世界的诱惑，乃是为着建造神的居所，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与神的经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使我们重新思考来到教会生活的目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喜欢谈论另一个观点，就是帐幕的建造作为神与人共同的居所，彼此的住处，认为这是一个更深的主题，更高的见解。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也的确被这个意象所吸引。我们也相信，如同当时以色列人建造帐幕一样，我们正在实际的与弟兄姊妹建造神的居所，今天的教会。然而，这个神人同住的荣耀建筑，今天是否真的发生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呢？我们有没有勇气用建造帐幕的细节和标准来审视自己的生活，特别是那些彼此建造的细节呢？今天教会生活最大的挑战，不是缺乏对真理的阐释，而是如何经历并且实化那些已经被启示出来的真理。对于那些被经历和解开的真理和信息，并不因为我们简单的读过就成为我们的构成。其实整本出埃及记那个自由的出走和荣耀建造的进入，都不是凭空发生的，只能借着我们的灵。我们若不真实的在我们的灵里遇见主这个活的人位，那么所有一切的真理都只是道理和空谈，不能也不会成为我们的构成。这条出走和进入的路没有捷径，必须使基督天天的落实在我们的人性中，主观的行走，是个人的也是团体的得胜生活。出埃及记所启示的出走与进入，不能是一个历史故事或是一种说法，而必须是我们天天与适灵的基督主观的接触。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只有他主观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才能看见并逾越这个世代对生命的追杀，认出摆在我们身边多时等候要与我们建造的弟兄姊妹。唯有在我灵里的基督，才是那条走出世界
和进入神旨意的唯一道路。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你的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org， 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